日本一边在反华道路上狂奔，一边又希望给自己系上安全带，这种心理就是典型的纸老虎。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今天的话题我们说一说敏感时刻主动要求和中国的国防部通话，日本不是心虚是什么呢？根据媒体的报道日本那个反华急先锋安倍晋三的亲弟弟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27号呢，主动要求和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视频通话。据说这次通话长达2个小时，远超预定的时间。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呢，日本在反华的道路上是一路狂奔呢，尤其是安倍晋三竟然狂言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还让日本青年要做好战斗准备，配合美军作战。如果安倍的话还仅仅是叫嚣的话，那日本自卫队就是已经行动起来了。就在12月初，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进行了离岛防卫作战联合军事训练。日本自卫队还与美军制定了应对台海冲突的日美联合作战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一旦台湾有事儿，美军将直接利用日本的西南诸岛作为出兵台湾的前进基地，而日本自卫队则提供后勤支持。这个计划的制定意味着美日应对台海危机进入到作战行动的层面。就在这个时候日本防卫部门的负责人主动要求和中国进行通话，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一边大肆的挑衅，一边就要求对话呢？我们可以从日方的通话内容做一些判断。根据媒体的披露日方在通话中主要讲了4个问题，一个是东海或钓鱼岛问题，2是台湾问题，3是南海问题，4是要求建立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前3个问题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不是中日之间的老问题，就是日本近期一直在鼓噪的。关键是第4点，要求建立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这一点暴露了日本此次要求和中方通话的真实意图。日本为什么这么着急要和中方建立这个直通电话呢？2个字，心虚。你想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这么挑衅中国，能不担心惹恼中国吗？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制定应对台海冲突的日美联合作战计划，把冲绳在内的日本西南诸岛当作了美军干涉台海的前进基地，并且进行了实战训练。这意味着日本已经下决心将自己和美军绑在一起，准备干涉台海。既然如此，那日本就要准备接受解放军对其本土的火力打击。相信这个日美联合作战计划一出台，解放军的打击目标清单和部分目标的参数就会做相应的调整。这些岛屿目标将立刻成为解放军远程火力的瞄准对象。日本一边挑衅中国，一边测试中国的底线，一边是冷汗直流，心虚生怕一不小心就过了线，遭中国蒙头一棍于是要求和中国建立这个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意思就是告诉中国有啥误会咱们先通电话沟通，可别一上来就动真格的日本一边在反华道路上狂奔，一边又希望给自己系上安全带，这种心理就是典型的纸老虎。别看他咋咋呼呼凶巴巴的，其实内心像纸一样的脆弱。其实不光日本是这样，就连他的主子美国何尝不是这样2020年底，当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疯狂挑衅中国的时候，样子够凶了吧？可是谁能想到美军的参联会主席竟然偷偷的给解放军的总参谋长连打2个电话，意思是特朗普的疯话你们可别当真，美军不会对中国开战的，万一真要打了，我们也会提前通知你们的你们可别看到什么动向就真的动手这个事儿被媒体披露以后国会还要查美军的参联会主席，这就让我们充分认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绝大多数政客的对华强硬，主要是为了煽动国内的情绪，是骗选票用的。真正站在前沿一线的美军，天天搞推演，他还不清楚中美军事对抗的后果吗？所以才有这背后的暗通款曲，
这里我想引用我们驻美的大使秦刚的一句话：既然你们不想打仗，那就要和我们一起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预防危机比管控危机更重要。管控危机的最佳方式就是防止和减少对华消极政策和行动，特别是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台独绝对意味着战争，日本要是想插上一手，那建立多少个直通电话都保不了日本的命。到时候不但日本的西南诸岛生灵涂炭，就连日本本土这么多年积攒的家底儿也可能顷刻间化为乌有。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